这不仅仅是普遍的一套黑色的盒子和袋子。每天早上，虔诚的犹太人们在祷告的时候带着的特菲林经文护肤匣，实际上是已经延续的数千年的古老传统。它的根源追溯于一段强而有力的经文，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，在你额上做经文。在这个视频中，我将解释经文护肤匣的由来、目的和灵性意义。Tefillin， 这是一套黑色的小皮匣，盒子内装有羊皮卷，上面写着托拉的4段经文，一盒戴在头上，另一盒绕在手臂上。这些黑色的盒子在希伯来语被称为 batim， 意味着房子，因为它们是羊皮卷的容器。这些盒子连接到袋子上，在希伯来语中被称为 retzuot， 使我们能够把它们戴在头上和手臂上。每个盒子都经过漫长的制作过程，采用牛或者羊的单片皮革制成。透过这个手工的过程，内部的隔件被制作出来，然后塑造成方形，最后涂上黑色。头部的盒子有4个独立的隔件，这4个隔件甚至是从盒子外面能看到的。相比之下，手部的盒子只有1个隔件，就像托拉经的转轴一样。特殊意味书法家在羊皮转轴上手写经文。在头部的盒子里，这4段经文是分开写的，每一段经文是写在独立的转轴上，然后分别插入。但手部的特菲林中，这4段经文一起书写在一个转轴上，然后插入到盒子中。出埃及记中的2段经文纪念与聚焦于上帝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救赎，并且带领他们到应许之地。他也强调了记住并教导子女这项责任。Shema Israel， 唯一真神的信仰，上帝的同一性，我们全心全灵的爱上帝。这一段简明扼要地强调上帝与以色列人之间的相互关系，概括了上帝与以色列人的立约承诺。它聚焦于遵循戒律所带来的奖赏和惩罚主题。遵循上帝的法律，在物质上、在属灵上会带来的祝福和繁荣，然而若不遵从，将带来负面的后果。这4段经文的共同点在于，在上帝的法令指令以色列人把这些话语放在额头上和手上。因此，透过将经文护肤匣绑在身上，我们能够将这些灵性概念融入日常生活。当一个犹太男孩满13岁而庆祝他的成人礼，通常他会收到新的一套经文护肤匣，还有talit祷告披肩做礼物。这个年龄象征着他已经成熟了，他已经足够大，以独立的实践宗教的法律。在正统犹太教中，女性不戴特菲林，但在改革派和保守派，女性也会被鼓励戴上经文护肤匣。这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吓人，但戴上经文匣是挺简单的，只需要几分钟。这是怎么做的？首先开始戴上手部的经文护肤匣，右撇子戴在左边的手臂上，即非主导手靠近心脏，左撇子则应该戴在另一只手。要将盒子固定在肱二头肌的顶部。在继续吸进袋子之前，需要说一下祝福。现在继续将袋子绕在前臂缠绕7次。袋子的剩余部分绕过手掌，然后我们继续到头部的盒子。
盒子固定在前发际线上，两眼之间。现在让我们回到手部的带子，在中指上进行3次缠绕，然后继续将剩余的部分绕在手掌上。手部的缠绕形成了希伯来字母 Shin， 头部后面的带子的结形成了 Daled 这个字母，而上臂上的结形成了 Yud 这个字母。总的来说，这些带子和结构成了上帝的生命之一 Shaddai Shin Daled Yud。我们注意到 Tefillin 与出埃及的故事有紧密相连，充满了灵性意义，但它是否可能与古埃及有比我们想象更直接的关系呢？让我们回顾一下圣经的经文。圣经中的指示在你额上做经文。经文这个词，它更像是一种解释，而非一般的翻译。在圣经的原文中，希伯来文并未使用经文这个词，相反，它使用的是 totafot。在圣经中，这是极少被使用的词汇，仅在描述 Tefillin 经文护肤下的经文内使用的，其在希伯来文的意义甚至也是模糊的。在古埃及，法老们以一种蛇形装饰物点缀他们的额头，这象征着他们的王权、神圣性和神权。这一形象经常出现在古埃及的雕塑、壁画、面具等艺术品中。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，这是描绘法老们的蛇形装饰的象形文字。当我们用字母转写时，它就变成了 DDFT。尽管缺少元音，但它发音很像圣经中的 Totafot。当我们不写元音时， Totafot 就变成了 TTFT， 这样相似之处变得更加清晰的。有趣的一点是，一些学者提出了一种理论，将经文护肤侠与埃及法老的皇家蛇联系起来。当以色列人摆脱了埃及的奴隶制并获得自由，他们采用了这个皇家象征，把它从蛇形演变成我们熟知的经文护肤侠。这充当着象征性的纪念他们从埃及出逃的经历，并在历史中得以传承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，欢迎来关注，点个赞，支持一下，这会帮助我上传更多的内容。我还想听你对这个视频的看法，在评论区分享一下。谢谢收看，拜拜，Shalom。